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这个影片是军器的攻略。那有可能你们有一些地方忽略掉，又或者是你刚加入万国觉醒的玩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影片。首先，如果你要用到军器的话，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政务院，因为一般玩家你们要获得军器的途径就只有政务院而已。那政务院你们可以通过游历或委托去拿到军器，但是并不是可以全部都完成了，你们必须要点击这里查看更多详情。在你们建立了政务院之后，是可以直接游历，但是次数有上限的，只有5次。当你们提升到越高等级的时候，解锁就会越多。像你提升到10等级的时候，就可以增加委托功能，就是2篇同时进行，你拿到的军器也会比较多。但是直到你们提升25等级之前呢，你们的任务还是会有贤者之证可以获取啦，有概率可以拿到贤者之证。那要提升多少等级呢？那提升每个等级需要花多少的贤者之证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列表，每提升一个等级就要用到多少的书本，那你们把这里的数量乘以10，就是所需要消耗的宝石数量。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提升到22等级的，为什么？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提升到22等级之后可以完成多少的任务次数，然后它的概率有多少，委托次数，比较起来性价比是会比较高一点的。那当然如果你的宝石没有这么多，你也可以提升到大概19等级也是可以，但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就是提升到22等级，因为你越提升到越后面的等级，你需要花到的宝石或者是贤者之证的数量就会越多。所以如果你宝石不是很充足的话，其实你提升到22等级即可。当然如果你宝石很多，可以直接提升到25等级也没有问题。那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完成委托跟游历的任务。那游历任务里面呢，其实有这个游历次数，你可以用宝石去抽取更加多的军器，但我个人是不太推荐你们去用这个方式获得军器的，因为之前我做过实验了，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去抽取军器，有很大可能会获得紫色或蓝色的军器。紫色跟蓝色的军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尤其是蓝色，它的数值太低了，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必要。尽管它是有什么幸运值啊，跟你说你可能会抽取到一些好的军器，但是你们不要相信它这里的概率，骗人的。还有记得你们可以勾选啊，什么军器你们要保留，什么不需要保留，会不会自动回收，这里都可以筛选出来。像如果你已经到达一个等级，比方说你有很多金色的军器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些紫色跟蓝色的军器给过滤掉。有没有铭文？如果没有铭文的话，就直接过滤掉也可以。一般会保留金色的军器。至于这边选择心仪的阵型部分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拱形、雁形还有偃月阵的。那因为我本身是全骑兵玩家，其实用不了偃月阵，我没有步兵。如果你们有使用步兵的话，可以把中间这个雁形阵换成偃月阵，又或者是把拱形阵换成偃月阵。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保留拱形阵，因为拱形阵不管你的统帅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伤害都可以使用，终极、连级、技能伤害都可以用，除了真实伤害。但是我估计官方之后应该也不会推出太多真实伤害的统帅啊，所以拱形阵其实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比较起其他的阵型，拱形阵的伤害会属于比较偏低一点。再来就是雁形阵，虽然有一些玩家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远程单位，但是不得不说现在远程单位确实是一个趋势了，多数玩家都已经开始使用远程了，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使用雁形阵的。那假如你跟我一样只有使用骑兵或工兵的话，那其实楔形阵还是需要用到，但是我觉得之后楔形阵有可能会被淘汰掉。至于其他阵型就看你自己有没有需要用到，假设说你可能需要驻防自己的建筑的话，你就使用大方阵，或者是你是驻防统帅，你就可以使用拱形阵或者是空心阵都可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的。至于为什么我会说楔形阵有可能在未来会被淘汰，你们可以看一下官方近期推出的一些阵型，比方说偃月阵、三线阵，这里的提升都是10%的，就连野蛮人速度提升也是提升10%的，但是楔形阵依然还是停留在5%的提升。那至于拱形阵呢，有没有可能会被取代呢？其实拱形阵也是默默的被取代了，就是被偃月阵给取代
代了。之前我们的步兵都是使用拱形阵的嘛，但拱形阵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直接提升我们的普攻伤害嘛，所以它这里提升 5%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现在版本的改变呢，其实这个 5% 的伤害提升呢已经是不足够了，所以有可能会被淘汰。不过暂时来讲还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官方他们说要被淘汰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通告通知大家，跟大家讲我们即将会推出一个新的阵型之类的，所以暂时还是可以用，各位不用太担心。接下来先说心愿单的部分，这里我个人是不推荐你们选择这个部位还有这个部位，就是旗帜啊还有诗词这两个部位是不太推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部位其实如果你的 KVK 时常会胜利的话，你会有很多这个部位，就比方说我这个账号就好了，我这个账号拿到这个部位的传说铭文已经有很多个了你们可以看到是已经超载了，可能这个我之后要换给其他的统帅使用吧，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锁着这个部位的，基本上这边全部都是。至于旗帜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另外一个不要选择的部位，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部位呢，其实你们可以去商店这边兑换高级补给，等你们凑齐了180个去兑换，然后换到8个铭文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兑换这个部位，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如果你是时常有花钱去购买军器礼包的玩家呢，其实是很快就已经满了，你就很快就可以去兑换这里的铭文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去锁着那个部位。如果你们真的要选择的话，一般我会比较推荐左下角这个部位，就是徽章的部分。不管是什么阵型都好，我都是比较推荐这个部位的。这个部位也是算比较难获取的。但你们选择好心愿单之后，可能你们完成一些游历活动委托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拿到。至于它的保底功能呢，你们就要查看这里了。它的保底是150次就有机会获得专精或者是专属铭文。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保底啦，假设说你在10次之前都没有获得的话，那第10次也就是你150次乘以10，1500次的金色军器之后，就肯定会拿到专属铭文。所以各位记得要锁上哦。个人比较推荐这两个部位啦，但是这个部位优先。至于什么是专属铭文，什么是专精铭文呢？这个是专属铭文，这个是专精铭文。如果你们没有专属铭文的话，优先使用专精铭文。如果你连专精铭文都没有的话，你看有哪一些铭文是比较适合用的？就比方说这个是拱形阵的军器，就看反击伤害提升比较高，攻击伤害提升比较高，或者是普攻伤害提升比较高的，就可以用在这个军器上面。这个是根据你们选择的军器来选择你应该拿什么符文啊。那假设说你如果是用邪星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去拿普通攻击伤害提升嘛，你需要的是技能伤害提升。就比方说像这个铭文就蛮好的，造成的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2.5%。当然还有一些提升到更高数值的，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过滤。那当你们拿到每一个军器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建议保留所有有铭文的军器都保留下来，不管它是普通的铭文也好，专精铭文也好，还是专属铭文也好，全部都保留下来。至于那些没有铭文的话，你们就要自己去过滤了。没有铭文的军器有哪一些需要保留呢？像这种所有伤害提升到 1.7% 以上，当然我是建议更高数值啊，可能 1.9 或者是 2.0 的时候才来保存。那因为 1.9 跟 2.0 比较难拿到了，所以你基本上看到有 1.7 所有伤害提升呢就保留下来，不管有没有铭文都好。因为之后我们可能可以在商店那边啊拿到一些铭文道具啊，就可以打上去，之后你就可以拿去洗练了。至于军器方面优先选择的3维呢，我会选择所有伤害、攻击、防御。为什么顺序是这样子呢？因为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其实有提升蛮多的防御力跟生命值提升，就变成说现在的统帅会比较更加依赖伤害还有攻击力了，所以你们选择的优先顺序可以变成所有伤害、攻击力还有防御。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2优先是防御力，最后才是攻击力。至于军器的活动，现在有分成2种，一种就是军器刮刮乐，另外一个就是军器指南针。我个人比较推荐，如果你们真的有宝石有那个能力去购买礼包的话，其实军器刮刮乐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指南针它有概率会出现一些紫色或者是蓝色的军器，就是说它并不是全部都是金色的。为什么金色军器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要刷保底的次数，就是这150次，你只要拿到更
更多金色的军器，就更加有机会可以拿到专属铭文。所以比较这两个活动里面，其实军器刮刮乐会拿到比较多金色的军器，但是在军器刮刮乐可能会有一些玩家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啊，可能会抽取这种哇，他需要花到78张票可以拿到这个可能会有步兵的提升，还有铭文的军器。但我个人的做法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军器刮刮乐对我来讲呢，只是拿来刷保底次数的活动，比较推荐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这种需要用到20张票、30张票左右的军器，只要是金色你们就抽取，这个26也可以选择。像这种78的这个就太贵了，因为如果你们是抽取这些军器的话，你可以抽3个，然后换取这个1个，它的费用数量，所以我觉得是不太值得的。虽然它是有概率可以拿到一些比较好的铭文啦，但是玩家其实追求比较大的还是专精或者是专属铭文啦。这种普通铭文呢，其实很快就没有什么用了，而且有很大可能你会拿到一些速度提升或者是野蛮人伤害提升的军器铭文。接下来要说到的道具就是洗炼石。洗炼石的作用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军器是有铭文的话，就可以拿来洗炼。那洗炼石的数量呢，你们可以根据这边的规定来看。那如果好像你锁定的那个军器比较少的话，你需要花到的洗炼石也会比较少。像我这里是完全没有锁的，只是需要花1个。如果锁了1个的话，我就需要花3个；锁了2个，我就需要花5个，费用会越来越高。但是你有锁着的话，比较有可能会洗到一些你比较想要的军器啊。就比方说，我现在洗炼，像我这个防御力2.4是已经足够了，生命值3.2也是已经足够了，我只是需要把我的攻击力提升，你就可以把这2个锁着，然后洗炼上面这个部位就可以了。但是洗炼的次数是有上限的，而且也是有保底啦。像你们锁着了自己想要的部位，系统就会检测到原来你想要骑兵或者是步兵、工兵，在10次之后它就肯定会出现骑兵、步兵、工兵你所选择的兵种，但是数值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洗炼次数上限就是10次，到达了10次之后，你就需要用到洗炼重置石，就是这个。那洗炼重置石要如何获得呢？它的获得途径会比较少，一般是通过 KVK 这边获取。你们可以查看一下 KVK 里面的一些成就，可以拿到洗炼重置石。所以比较起来，其实洗炼重置石的数量会比较少一点，比较罕见啊。所以不是很重要的军器，就比方说不是专属或专精铭文的话，就尽量不要用到洗炼重置石，因为真的太难获得了。至于洗炼石的话，其实现在有推出礼包，你们可以直接通过礼包去购买，当然也可以通过活动去拿到啦。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更快的方式去获得的话，可以直接购买。洗炼重置石也是可以在这里购买，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数量比较会差比较远啦。当然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也不会想要去买礼包，并且这个礼包的价格也不太便宜啦。如果你们不想要透过礼包去购买的话，就真的只能完成活动，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是游历委托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一些洗炼石。那我个人体验下来，其实不花钱去购买还是可以使用的。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这里的军器，当然军器已经推出了2年时间啦，所以我的军器算是还可以接受的部分。但是我是基本上没有花钱去弄军器的，我只有军器礼包刚推出的时候买过一个军器礼包而已。那接下来我就完全没有去购买了，但基本上都够使用啦。就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讲，如果你是想要在短期之内拿到很多很好的军器的话，那肯定就需要花钱了。接下来我比较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尽量去储存更加多的转换石，因为我相信未来官方他们会推出更加多的不同军器。像我所讲的，有可能之后楔形阵会被另外一个楔形阵 2.0 给取代，所以你们尽量存多一点。那转换石其实也是可以去商店这边购买。至于转换石的数量有多少啊，你们可以查看我之前的影片，其实有很多详细的内容呢，我都已经有在影片里面所讲了，所以你们要找一些关键字，然后后面打上1元，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了。还有一个可能多数玩家会遗漏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到商店这里点击，然后在其他的部分买转换石还有洗炼石，当然那个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啦，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价格。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有一些提升比较好，但是不同类型的军器也是尽量保留啊。就比方说有时候我楔形阵会拿到一些工程车提升蛮高的军器，就比方说这个我也是保留，我并没有拿去回收。等我有洗炼石转换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军器可能换去雁行阵，那我的远程统帅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假设说它是全部步兵提升的话，也是可以保留，那之后你就可以
可以转换去偃月阵给你的步兵使用了。那么关于军器的部分暂时讲到这里啊，如果有一些错误或者是遗漏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